人或多或少在潜意识中都可能潜在一些特别变态的想法，不是那种变态，是这种变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看看你或你的朋友、家人周围有没有潜在的心理变态。那么怕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玩，我们先来一题热身题吧。一位罪犯被关了多年之后终于出狱，出狱后他找到了新的工作，也找到了新的住处，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房间全部都漆成黑色，请问为什么？那么正常的答案可能会说，想要模拟监狱的环境已经习惯了，或是想要提前适应黑暗等等。而心理变态的原因，则是这样以后血不小心喷上去时就不会这么明显了。不过老实说，想要提前适应黑暗，听起来也蛮变态的。好，那么热身结束，我们游戏正式开始。一名男子每天晚上回家时，都会故意先按下自己家楼层的上一层，等电梯门打开后，再走楼梯下一层回家。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的答案可能会说，他不想要让邻居知道他住在哪一层。而心理变态的答案则是会说，他想要确认有没有人在跟踪他。一名女子在搭车时永远都不坐副驾驶座，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可能会回答，副驾是最危险的位置，或是他不想去坐其他女人坐的位置等等。而心理变态的答案则是会说，坐在驾驶座的后面更方便从后方动手。你养了一只鹦鹉，每天教它说话，但你教的却全是道歉和求饶的句子，请问为什么？那么普通人可能会说，你想要做一些恶搞，甚至是你喜欢听别人求饶、道歉等。而心理变态的答案则是因为这样邻居将来如果听到求饶、道歉的声音时，只会以为是鹦鹉在乱叫，不会报警。一位店主每周五都会免费给一个小孩糖果，有一个周五他不小心忘了，隔天小孩就把整个糖果罐都下了毒，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可能会说，想要报复店主没有给他糖果，而心理变态的人则会回答，因为小孩想要确认店主给糖果是不是只给自己，还是也会给其他的小孩呢？你来到医院探病，半夜的时候走廊很安静，此时你看到一个病人坐在轮椅上，背对着你，头低低的一动也不动。你没有叫护士，而是慢慢走到他的正前方，蹲下来看，请问为什么？那么正常人可能会回答，想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而心理变态的答案则是会说，因为背影看不出他的表情。你和朋友去旅行，路上遇到了一位背着相机的陌生人，主动要帮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拍照，甚至调整各种角度，确认每一张照片都照得很清楚。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可能会回答，他是变态，他想要保留你的长相，方便之后来去追踪你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说，因为他想要替你生命结束前留下最后一张好看的照片。你闯进一间屋子，目的是杀掉屋主。你走进卧室，发现对方此时睡得很熟，请问你下一步会怎么做？那么正常人可能会回答立刻下手，而心理变态则会回答坐在旁边的盯着对方，等着他醒来。你绑架了一对兄弟，把他们锁在地下室，告诉他们你只会杀掉其中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会放他走。请问你要怎么决定谁先死呢？那么一般人可能会回答随便选，投硬币，或是杀掉看起来更有危险的那一个。而心理变态的人只是会回答叫他们自己选，逼他们互相出卖。你在你的单间公寓里杀了一个人，现在你要把尸体藏在哪里？那么一般人的答案会说床底下、浴室、衣柜里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选择床上。你和你的朋友被困在一个布满陷阱的房间里，
你们正计划着如何逃脱时，你的朋友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陷阱。下一刻，一个巨大的断头台从你的朋友头顶上落下。此时，你觉得你的朋友会被伤到哪里呢？那么一般人直觉可能会说头部、颈部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会说手腕、手指、头发，或是其他不会一击致命的身体部位。你曾在医疗领域工作，最后却被不公平的解雇。后来你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同时你开始在你的工作地点附近投毒，毒害陌生人。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可能会说想要报复前公司，或是想要创造新闻话题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说，因为照顾中毒的患者，让你觉得好像是在做医疗工作一样。你杀了一个熟人，匆匆忙忙的处理了尸体，要抛尸。本来你可以独自完成这件事，但你最后却恳求另外一个熟人帮你。请问为什么？那么一般人会回答这样比较有效率，或想要嫁祸给他，拖他下水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说，因为这样你就有了下次杀这个人的理由了。你的电话里被安装了窃听器，请问是谁安装的？那么一般人可能会回答某个恐怖情人、某个跟踪者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回答亲近的人，例如你的朋友或家人。从小你就被严令禁止进入一个房间，父母过世后，你终于走进了那个房间。请问你在房间里发现了什么？那么一般人的答案可能会说昂贵的珠宝，甚至是尸体等等。而心理变态的答案则是会说某个能通向户外的门或窗。你沿着公寓大楼旁的路边走着，突然有个东西从天而降，砸死了一个人。是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了下来？那么一般人会说花盆、钢架、冷气等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回答尸体或是人。某个杀人犯被押上了绞刑架，杀人犯说：“住手！为什么我要被判死刑？”刽子手回答说：“因为你杀害了麦克一家人。”听到这句话，请问杀人犯接下来说了什么？那么一般的回答可能会说：“我没有做，或是我是无辜的。”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回答：“他们是谁？”某个城镇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家庭谋杀案，5名家庭成员中，母亲、丈夫、姐姐和哥哥遇害，但年仅10个月大的妹妹却毫发无伤。请问凶手为什么没有杀害这名婴儿？那么一般人可能会说，因为他不忍心，或是婴儿没有哭闹等。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回答，因为即使让他活着，他也无法成为真人。你将要杀掉一个本就快死的人，临死之前你问他，你还有什么遗言吗？请问这时对方说了什么？那么一般人的回答可能会说，别杀我，救命，干鸡。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说，谢谢。你养了一只可爱的猫咪，于是你今天决定创建了一个网站来倡导动物福利。为了增加网站的流量，你该放哪些类型的猫咪照片呢？那么一般人的回答就是各种各样猫咪可爱的照片。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说，逐步伤害猫咪，并拍摄整个过程，然后将照片以相反的顺序发布到网络上，使人误以为获救的猫咪正在康复。你做了一个心理变态测试，发现你自己符合了很多标准，朋友们这时就取笑你，你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心理变态？请问你这时会怎么回应？那么一般人会说，这只是个游戏，这只是好玩的而已。而心理变态的人则是会回答，我只是从心理变态的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而已。
那么最后各位答对了几题呢？最后再强调一下，这个测验纯粹就是娱乐性质的，并不是真正的检测。真正的心理变态在临床上又叫做反社会人格障碍，他们通常具备几个核心的特征，如缺乏同理心、无法感受到罪恶感、善于操控他人、冲动且不负责任等等。虽然影片中的题目都是经过设计的，但一些答案，例如说等对方醒来再动手，或是透过下毒来确认是不是糖果有发给其他人这类的答案之所以会被归类为心理变态，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反直觉，还有它所展现出的冷酷的算计，以及对他人痛苦的兴奋感，以及把人当作工具使用的这种思维模式。美国最著名之一的连环杀人魔 Ted Bundy 就是典型的心理变态，他外表英俊，谈吐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连被抓后Bundy 在法庭上也表现得冷静自若，把审判当成是他的表演舞台一样。我们题目里提到的其实都反映出了一些心理变态者是属于那种会精心策划、享受控制的过程，把一切都当成游戏的心态的人。真正让他们突出的并不是说他们有多残忍，而是他们大脑中那种把人类完全物化、缺乏情感连结只在乎如何达成目的的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那么我是 Zeo，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见。